泉水村林家3月中旬，天气还有些凉。林朵穿着单薄满是补丁的衣服，拿着刀砍猪草。母亲王翠莲在她身旁絮絮叨叨个没完。也别以为有官府给你配婚，你可以嫁出去了，就可以当白眼狼不给家里干活。我告诉你，你嫁到夫家后，也得时常想着娘家。手头宽裕的时候，要多接济接济娘家。官府分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。你若是想过得好，就得听娘的，要多向着娘家，娘都是为了你好。林朵好想用猪食堵住王翠莲的嘴巴，不干活只会唠叨，烦死个人了。她马上就要18岁了，因为她一直没来月事，是个不能生的使女，加上爹娘舍不得她这个劳动力，想让她留在家里多干几年活，所以她迟迟嫁不出去。上个月底，朝廷出了新律法，为了增添人口，关起了男女婚嫁之事。未婚的女子17不嫁，男子20不娶，官府会强行配婚。林朵刚好到了被配婚的年纪，能嫁出去离开这个令她窒息的家，她是高兴的。但是以被官府配婚这种方式出嫁，又令她感到无比屈辱和烦躁。官府只管配婚，不管彩礼嫁妆，无论男方给不给彩礼，女方都必须嫁过去。反抗者会被打板子，同父母一起关大牢。不知道官没来的时候，她反抗一下，能不能让爹娘去打板子坐大牢？朵儿，你听好了，你的丈夫是官府给你找的，白得一个媳妇儿，他肯定不会给彩礼，所以你也别指望我们会给你嫁妆，到时候你就穿你身上这件衣服过去就行啊！别想带走家里的任何一样东西，那些都是要留给你弟弟们的。回完猪以后啊，把你弟弟们的衣服洗一下，你对你弟弟们好点，凡事都想着他们，往后啊，你在婆家被欺负，他们才能给你撑腰。指望弟弟们给我撑腰，痴人说梦。爹娘爷奶，官没来人了，他们要来带走我姐。路过林朵的身边，他停顿一下，黑闲货，你桌上有人要了，你也不能生个小贱人，娶你的人知道8位的血没了。这小混蛋实在欠揍，马上就要出嫁了，要不要在嫁出去之前把弟弟们狠揍一顿？不揍以后可就没有机会了。算了，还是等一会儿看看官府给分配的男人是谁再说。官媒现在到哪里了？在后面，就快到我们家了。我在村口抓蟋蟀，看到官媒带着一个大高个的男人过来，那个媒婆说我姐人抽中了，婚书办好了，他们要过来把林朵带走。林朵眼神一颤，婚书已经办好了吗？如此一来，他便是有夫之妇了。那个男人不仅长得又高又壮，面相还很凶，吓人的很。大嫂，恭喜你啊，终于能把女儿嫁出去了。你闭嘴吧你！好不容易养大的女儿，本想留着给家里干活，以后用来换点彩礼钱，现在却只能白白的送到别人家去。王翠莲心里本就不痛快，张玉香还敢来招惹她，当即就跟张玉香骂上了。别吵了，都安静！张玉香和王翠莲这才闭上嘴巴。跳，都在呢。官媒来到了林家院外，一个媒婆和2个官差，身后跟着那个高大男人和一群前来看热闹的乡亲。看到这些人，林朵心里紧张又期待。她不恨嫁，只是想离开林家，但又怕所嫁非人。人群里头有跟林朵一起长大的2个小姐妹，这会儿她们看着林朵的目光充满了担忧。她看了看那几个官媒，又看了看林朵，拉着李青草走出人群。啊，你拉着我出来做什么呀？朵儿都被官媒带走了，我们这个时候离开，以后想见面就难了。官媒已经来人，朵儿是必须要走的，我们留在那里也帮不上什么忙，不如去为朵儿准备一点分别礼。分别礼这3个字一出，2人都红了眼眶。林家的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女儿有人要了。我身旁的这个汉子叫做楚风，是小西村的猎户，他今早抽签抽中了你女儿，婚书已经办好了，你们赶紧准备准备，让林朵跟他走吧。什么？楚风，小西村那个客人的煞星，你真是造孽呀！被这种人给挑上了。看热闹的村民们一听林老头这话，突然也想起了楚风这个人。原来他就是楚风啊，长得好凶。林朵的运气真不好，被这种人选上，他被克死事小，原来林家被克事大呀。林朵没多大反应，可林家其他人的反应却出奇的大。刘媒婆，要不得，我好好的一个女儿，怎么能嫁给这一个煞星？他成了我家的女婿，会克死我们一家子的。求求你，帮我换个女婿吧，我不想要这个煞星女婿啊！官爷，刘媒婆，求你们行行好，帮个忙吧。我们家不能和煞星结亲，我可不想被克死。又不是没有男人了，干嘛要把林朵嫁给这种人啊？我宁愿她嫁个7老8十的老头，也不愿她嫁一个会连累全家被克死的煞星。早知道你会嫁给一个煞星，我不如把你卖进窑子里，好歹能给家里换点银钱，还不用担心遭你连累被克死。看到楚风要跟着官媒走进院子，张玉香紧张大喊：“你别进来，别把晦气带进我们家！我们林家不承认你这个女婿！”见家里人反应这么大，林朵心中一喜，巴不得他们使劲闹，闹吧闹吧，惹恼了官媒，通通抓去打板子坐大牢。林家人的反应和厌恶话语令楚风感到无语，他本来想跟林家好好说话的，但是现在看来没必要了。刘媒婆，2位官爷，你们也看到了，不是我不想娶林家姑娘，是林家人不欢迎我，说我晦气，我还嫌弃他们家门杆丧呢。要不是官府做媒，我才不来这里找戏说呢。跟你们这样的人家结亲，我还觉得恶心呢。林家人被气到了，指着楚风骂起来：“再敢骂我一句，我就走进来克死你所有人！”林家顿时吓得不敢吱声了。看热闹的村民们也闭了嘴，生怕楚风一个不爽走过来克他们。看到林家人在楚风这里吃瘪，林朵低下头憋笑，只觉得心底畅快。楚风若有似无的目光从林朵身上扫过，你们也看到了，林家人不愿意把女儿嫁给我，这媳妇儿不娶了，你们把婚书和银子还给我吧。官府配婚，岂是你说不娶就能不娶的？你胆敢拒绝，小心抓你去坐大牢！说着，他转向林家人，双手叉腰，声音尖利地说：“还有你们林家不要这个女婿！我呸！你们有什么资格拒绝？想被打板子坐大牢吗？就你们家这个不能生的姑娘，有人要就不错了，还敢挑三拣四的！我今天是来要人的，不是来征求你们同意的。”他拿出早就办好的婚书，看好了，这是婚书，上面有官府的大印，明明白白的写了林朵是楚风的媳妇儿。你们今天谁敢阻挠官媒办事儿，休怪老娘不客气！他话音落下，2个官差便上前一步，拔出腰间的佩刀。张玉香忙把林朵推出去：“都是你这小贱人害的，你赶紧滚吧！二婶好不讲理，当初是你拦着我爹娘不把我嫁出去，要把我留在家里当老牛伺候你们吃喝拉撒。我虽然不能生，但是有人要的。要不是你拦着，我哪会留到现在由官媒婚配，嫁给一个你们嫌弃又害怕的煞星？”楚风见林朵被推，本想去扶她，不曾想还未走过去，就见林朵及时站稳了，还反唇相击张玉香，他当即忍住了走过去的冲动。你再敢动他试试，信不信我跑过去克死你？你们2个胆敢顶撞威胁长辈，真是没教养，难怪会被配在一起。我们还没有认下你这个侄女婿啊，你就敢这般目中无人，你简直就是个傻逼啊！你是林朵的爹吗？他不是，他是我二叔，他才是我爹。不是林朵的爹，你在这里瞎逼逼个屁啊！我娶的是林朵，又不是你女儿，怎么你也想把女儿嫁给我？你做梦！就你这种人也配娶我女儿？你跟我女儿提鞋都不配。是，你女儿娇贵，你女儿是天仙，她当配王孙贵族，带你们一家子鸡犬升天。你休要胡说八道，什么王孙贵族？我只是想让我女儿嫁个好人家。见楚风这般嚣张，丝毫不把林家人放在眼里。王翠莲对刘媒婆哭诉：“不是我们不嫁女儿，
我们只是不想被克死。楚风是个煞星啊，所有跟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被他克死。你看看他，哪有一点为人女婿的样子？你是在诅咒我吗？我和2位官爷都和楚风接触过，你是在说我们会被他克死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只是什么克星煞星的，都是无稽之谈。林朵，你赶紧给楚风走，我和2位官爷还得去下一家呢，我们可没有时间在这里跟你们东扯西扯的。林朵对家里本就没有留恋，她转身就要回屋收拾东西，林东一把拉住她：“你不能走，我好不容易养大的女儿，不能就这样便宜你，你少说也得给10两银子的彩礼。”切，10两？你是在卖女儿吗？老子1文钱都不给，你的女儿我也不要了，你们全都去挨板子坐大牢吧！呸，什么玩意儿！他转身就要走。站住！这门婚事不成，不仅林家人坐大牢，你得挨板子坐大牢。无所谓，我又不是没在大牢里待过，等我从大牢里出来，我一定会狠狠地报复你们这些害我坐大牢的混蛋。大哥，别管彩礼了，和楚风撇清关系才是最要紧的。官府的配婚咱们拒绝不了，既然拒绝不了这门亲事，那咱们就和林朵断绝关系，把她赶出家门，这样她所嫁之人就不是我们林家的女婿了。他没有亲眼见识过楚风的厉害，可谣言传得那么厉害，总不能全都是假的，所以听到林北的话，林东惊怒之余又有点心动。大哥，你别犹豫了，当断则断，一个赔钱货而已，舍弃就舍弃了，可不能因为他连累大家。你还有3个儿子的。林东觉得林北说的话很有道理，虽然失去一个勤快能干的女儿很可惜，但是总比被克死的好。他松开林朵的手：“朵儿，不是爹婆护着你，实在是你给家里带来了太大的麻烦，我们家是绝对不会认楚风这个女婿的。为今之计，爹只能和你断绝父女关系了。”林东做出的这个决定令在场人震惊，纵然知道爹自私冷漠，可是林朵如何也没有想到爹会这么的绝情，竟因为楚风的煞星名头要舍弃他。爹，我是你亲生的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就因为我是个女孩子，所以你们不把我当人。这些年我为家里当牛做马，你们却丝毫没有看见我的好。现如今我什么也没有做错，你就要跟我断绝父女关系？爹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无情？这个家里只有他是最苦的，所有人都不待见他，想方设法的虐待他，他是家中随时都可以抛弃的烂草。看热闹的村民们都忍不住动容，有不少人帮林朵说话。林朵再怎么不好，好歹是你亲骨肉啊，你就这样不要了，未免太绝情了吧你？对呀，你把林朵赶出家门，你让她以后怎么活？混账东西，敢顶撞我，我是你爹！若是以前，林朵会挨下这巴掌，但现在他就要离开了，爹要跟他断绝关系，他不想再忍了。林朵抬手抓住了林东的手：“你要跟我断绝关系，你不再是我爹，你再也没有资格打我。”好你个孽女，给家里带来这么大的麻烦，让林姐丢尽脸面，现在还敢跟我动手！林朵一个用力将他甩开，林东险些摔了一跤。你个小贱蹄子，敢打你爹，你找死啊你！他抬脚踹向林朵，林朵侧身躲开。赔钱货，连爹娘都敢打，你简直就是个白眼狼！我天天给你洗衣服做饭给你吃，养你这么大，你不懂得感恩不说，还打我骂我，我打死你这白眼狼！林朵一边踹林和一边骂，围观的众人纷纷谴责林朵，林家人都朝着林朵扑了过去。眼看着林家一大群人朝着林朵围攻过去，楚风一个快步进入院子，一脚踹在林北的侧腰上，直把林北踹飞2米远，撞到墙上。林朵已经是我的人了，当着我的面欺负我媳妇儿，我看你们是找死！煞星进了林家的院子，林家要倒大霉了。楚风，你未免太嚣张了，这里是林家，我们是林朵的亲人。屁的亲人，呸！你有点当爷的样子吗？孙女嫁人，你非但不说声恭喜，还在这对她打骂，动不动就在这摆长辈的谱，倚老卖老的老东西，黄土都埋在脖子上了，还不给自己积个德，也不怕死后下18层地狱啊！还有你这个恶毒的爹，女儿嫁人，你不心疼也就罢了，还在别人的怂恿下跟女儿断绝关系，林朵一定是上辈子做了孽，这辈子才会有你这么个软弱无能、心肠歹毒的爹，还有你这个没用的母亲，管不住丈夫儿子，就拿女儿撒气，拿女儿不当人，后娘都没有你恶毒。楚风一口气将林家所有人都骂了个遍，别说周围的人震惊了，林朵也被惊喜到了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楚风会冲过来护着自己，楚风是个真男人。
林朵，我只问你一遍，你可愿意跟我走啊？林朵没有急着回答。你会打我吗？会让我吃饱饭吗？我不打媳妇儿，会让你吃饱饭。我虽然没有田地，但我会打猎，让你顿顿有肉吃。我没有爹娘，你嫁给我，无需伺候公婆。有你这句话就够了，我愿意跟你走。他和楚风已经绑在了一起，不跟楚风走，他能去哪里？林家人被楚风骂得难堪，这会儿听到林朵的回答，更气得厉害。林朵，你听好了，楚风这个女婿我们是不认的，你跟他走了，你就永远别想再回娘家。婚书已经下来了，我不跟他走，难道让你和娘去打板子坐牢吗？你们不要我，那我也没什么好留恋。你们让村长写断亲书，既然要断绝关系，那就断得干净一点。村长就在围观的人里面看到林朵顶撞父母、殴打父母、毒打弟弟、虐待老人。楚风作为新女婿，不知道阻拦林朵，村长很是不满，当即就让儿子去把纸笔取来，按照林东的要求写了断亲书，让林东和林朵摁下手印。给你，你已经不是我的女儿了，现在立刻马上滚出林家，永远也别再回来。我生你养你，原以为你会知道感恩，却没想到你会是个白眼狼。刚嫁人就帮着外人对付家里，连父母都不要了。林家其他人也朝着林朵咆哮，他们狰狞的面孔如冰川一般，令林朵感到心寒。面对周围人的指指点点，还有林家人的崛起，林朵心里难受的紧，转身就跑了。你等我一下。看到林家闹成这样，刘媒婆和2个官差对林家很鄙夷，觉得他们对女儿太过冷血，可这是人家的家事，他们懒得管，也没那个闲工夫。既然事情已经办妥了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刘媒就带着2个官差走了。楚风没想到林朵看着又瘦又弱，跑得还挺快的，追了许久才把人追上。你跑慢一点，你要是难过可以哭出来，不要憋在心里头，也不要做傻事。林朵满脸泪痕的抬眼看着他，因为那些传闻的关系，他对楚风有些害怕的，但相比林家那些人，楚风似乎也并不是那么的可怕，而且楚风刚才还护着他，他从未被人那样保护过。由此可见，楚风跟传闻里的有些不一样。既然已经离开了林家，他就得试着跟他好好相处，否则他无处可去。让你看笑话了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你是我媳妇儿，我护着你是应该的。见林朵还有点哽咽，楚风从纸包里掏出1颗饴糖给林朵，吃点甜的，心情会好受一些。林朵看着他手里的饴糖，微微愣住。他活了18年，只吃过1次糖，还是从林超手里抢来的。当时因为这颗糖，他被娘打得脸肿了3天。现在既有1颗糖摆在他的面前，林朵有些忐忑。我真的能吃吗？糖不就是拿来吃的吗？你不喜欢？不，我很喜欢吃糖，但是你为什么要给我糖吃？你哭得那么伤心，我用糖哄你不行吗？他把糖塞进林朵的手里，爱吃不是？林朵小心翼翼地把糖放入口中，甜味儿在口中扩散，令他幸福地眯起了双眼。好甜！这颗糖比他从林超手里抢来的好吃多了，甜滋滋的，冲淡了他心底的苦涩。你还真是好哄，你方才很厉害，像你这样勇于反抗家里的女子不多见，我还挺幸运的，居然能娶到你这般凶悍的媳妇儿。我平常不是这样的，我是被逼狠了。楚风看着他，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，你家里人那般过分，你动手也是正常的。有时候啊，人不能太软弱了，该反抗的时候就得反抗，打不过也得打，得让人知道欺负你啊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他身形高大，显得他很凶狠，可这一瞬间，林朵却觉得楚风笑起来还挺好看。你的心情好点了没啊？好多了。林朵看到李青草和周桃花背着一个小背篓跑过来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李青草2人来到林朵面前，他们看了眼楚风，有些紧张的把林朵拉到一边。见林朵连个包袱都没有，穿着单薄，双手冰冷。你爹娘他们也太过分了，什么也不给你准备。周桃花把背篓交给林朵，我和青草给你准备了一点送别礼，都是一些不值钱的小东西，你拿着。不，我不能拿你们的东西，被你们公婆知道了会说你们的，被他们说2句不会怎么样，你只管拿着就行，这是我和桃花一点心意。林朵感激的收下，我舍不得你们。他们3个自小关系好，因为林家的情况不好，2个小姐妹经常照顾林朵，我们也舍不得你。3个女孩拥抱在一起，哭得稀里哗啦的。小西村距离泉水村不是很远，在一个镇子上，你们想见面的话也还是很容易的。小西村，说起来我们还不知道你的身份呢。林朵拉了拉2个小姐妹的衣袖，在她们耳边说了几句话。叔叔婶婶也太无情了，你是他们的女儿，他们凭什么这样子对你啊？朵儿是个好姑娘，希望你能好好对待她，别跟林家人一样，动不动就欺负朵儿。你要敢欺负朵儿，我绝不会饶了你。见林朵还有这么2个好姐妹，楚风面上没什么变化，但心里却为林朵感到高兴。不用你们说，我也会对我的媳妇儿好的。天色已经不早了，你们说完了没有？说完了的话，
我们就该走了。我家距离这里挺远的，夜路不安全，我们得赶在天黑之前回家。林朵的眼角还挂着泪，李青草二人也双眼湿润，三人依依不舍。又不是生离死别，用不着哭哭啼啼的。周桃花和李青草很想说，嫁给你这个煞星，林朵说不定会被你克死，可不是生离死别吗？可这话他们不敢说出来，生怕引起楚风的不快，连累了林朵。走吧。林朵只能与李青草二人挥手告别。出了村，四下无人，楚风忽然停下来。林朵见此心头一紧，拉紧身上的衣服。他停下来做什么？难不成是想在这里洞房？如此迫不及待的吗？楚风放下背篓，从里头找出2个大肉饼。刚好还剩下2个肉饼，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，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。他说着又从背篓里找出水囊，问林朵要不要喝点水啊？林朵小脸羞红。楚风给他肉饼吃，他却以为他要对他做那种事情，他好不要脸。要的，多谢。他早就口渴了，喝了一口水。林朵咬了一口肉饼，好吃到他想哭。相识不到1天，楚风又是给糖又是给肉饼的，让林朵有种做梦的感觉。1个饼够不够？不够的话，我这里还有馒头。够了，我吃这点就够了。饭量这么小啊？你太瘦了，得多吃点。楚风，我虽然是女子，可力气比男人大，我会做很多活，洗衣、做饭、种地，我什么都会做，我会当好一个好妻子的。为什么会突然说这个？我说这个的意思是，我虽然很瘦，但是我干活厉害，你不用把我养胖。你在害怕我？林朵摇头，我是煞星，你怕我很正常，别胡思乱想了，继续赶路吧。二人边走边吃。林朵的鞋子是坏的，跟不上楚风的速度，但他又不敢喊累，生怕楚风嫌弃他。可走着走着，他忽然发现走在前头的楚风脚步慢了下来，他很轻松就能跟上他。林朵眸光一动，这个男人当真是好不一样。要不要再吃1颗糖啊？林朵受宠若惊，一天吃1颗糖就很奢侈了，居然还有第2颗，这种好事情他以前根本不敢想。小溪村和泉水村隔着2座山，看着近，走着却挺远，加上路不怎么好走，需要走1个多时辰才能到。走了不到半个时辰，楚风就喊休息，分给了林朵1块米糕。才刚吃过肉饼，我不饿。让你吃你就吃，不吃就丢掉。这么好的糕点怎么能丢掉？太浪费了。他咬了一大口米糕，软糯香甜，好好吃，这是他这辈子吃到的第3好吃的食物。楚风大口大口地吃着米糕，时不时偷瞧林朵一眼，见他因为吃到米糕幸福地眯起双眼，他顿时也觉得心情愉悦，真是个憨丫头。吃饱喝足，二人继续赶路。楚风时不时又给林朵2颗饴糖。你这里面到底有多少好吃的呀？到了家你就知道了。或许是因为楚风说话和气，又给吃又给喝的缘故，林朵此刻放松了不少，脑子里不再胡思乱想了。每隔半个时辰，楚风就会停下来休息一次，这一走一停的。等他们二人进村的时候，已经是申时3刻。一进村，二人就遇上了几个村民。这个克星身边怎么跟这个姑娘啊？楚风运气好，遇到了官府配婚，这个姑娘应该就是官府分给他的媳妇儿。他的命真好，居然白得这么一个好看的媳妇儿。这么好看的姑娘，怎么会沦落到被官府强行婚配呢？一定有问题。对，她肯定有什么大病，嫁不出去，才不得已跟了楚风。要不然以这个煞星的条件，怎么可能娶得到媳妇儿？楚风是天煞孤星，这个姑娘跟了他，怕是活不久，可怜哟。一群咸吃萝卜淡操心的，这么关心我的婚事，怎么是想送钱给我娶媳妇吗？楚风边说边朝那些人走过去。哎呦，煞星过来了，赶紧跑吧！我名声不好，这些人经常议论我，你别搭理他们。日后他们若是给你找不痛快了，你别忍着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骂，骂不过了就来找我给你撑腰。林朵闻言心底温暖，她是第一个说会给她撑腰的人。我的名声也不好，这些闲言碎语影响不到我，而且今天你也看到了，我连我爹娘都敢打，我很凶的，我可不是什么软柿子受气包，谁敢欺负我我就打谁，你欺负我我也会揍你。他在林家过得已经很憋屈了，现在换了个地方，他可不想再继续憋屈下去。若日后的日子还是苦不堪言，那就发疯吧。你是我媳妇儿，我才不会欺负你呢，媳妇儿是用来疼的。你最好记住你说的话。楚风住在村尾的半山上，位置虽然偏僻，但风景很不错。进入屋里，无论是哪个房间都是打扫得干干净净的，每一样东西都是整齐摆放。独居男人的房子都这么干净整洁的吗？那为什么他们林家的男人会那么懒呢？楚风把背篓放下来，取出里面的东西。来的路上，林朵没有注意，这会儿看清楚风拿出来的那些东西后，眼底一片震惊。这些是为大家大喜日子准备的，我们成亲可不能什么都没有。林朵满目震惊地看着楚风，抽完签儿
确定媳妇是谁之后，我就在镇子上买的。我本来想告诉你家里人的，但他们连院子都不让我进，还那样对你，我只好什么也不说了。这是给你的彩礼，6两银子。居然还有彩礼！官府配婚不是没有彩礼吗？楚风一出手就是6两银子，这也太大方了。彩礼我原本是想给你爹娘的，但是我看到他们对你不好，所以我就没给。我不喜欢你爹娘他们，我也不喜欢他们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你还是没有认出我来吗？我们以前认识。他搜索了一下记忆，他以前只听过楚风的大名，但是真的从未见过。可听楚风这口气，像是他们以前早就认识了一样。见林朵实在想不起来。唉，暴雨天，城隍庙，半个红薯，陈氏医馆。是你？对，没错，就是我的恩人。你总算是想起来了，那天要是没有你的帮助，我就病死了。所以你不仅是我的媳妇儿，还是我的恩人。我楚风是个知恩图报的，也是个宠媳妇儿的。你嫁给了我，我会用心对你好。所以你现在是想报恩？楚风走到他面前，伸出手将他抱在怀中。林朵绷紧了神经，她第一次被男人这样抱着，她应该抗拒的，可她却没有推开楚风，靠在他坚实的胸膛上。林朵竟莫名的觉得安心，是报恩，也是想跟你好好的过日子。见林朵没有推开自己，楚风嘴角的笑容越发温柔。我这人嘛，虽然很凶恶，但是对自己人是极好的。你只要好好的跟我过日子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。成了我的妻子，你便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这家里的一切都归你管，也包括我这个人。楚风的嘴巴跟抹了蜜似的，说出的话令林朵感到温暖，紧张的心情因此而得到安抚。我虽然对你有恩，但是我不能生，我是使女，我无法为你传宗接代。我不在意那些，此次对我来说并不重要。你不会是在骗我吧？男人娶媳妇儿不都是为了生儿子？哼，那是一般男人，我可不是一般男人，我是煞星。你和传言里的不一样。你以为我是什么样的人啊？林朵离开他的怀抱，思索了一下，认认真真的说：他们说你凶残，会打人，不好相处。我听多了这些谣言，以为你真是这样的人，可现在看来，你和他们说的不一样。你很好，至少你对我很好。虽然楚风是因为救命之恩才对他好的，但是他还是很高兴，有这份恩情在。不管楚风是不是真心对他好，他以后的生活都不会比在林家的时候糟糕。当然，他是不会挟恩图报的，过度的挟恩图报会适得其反。楚风牵过他的手：我的确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我肯定会对你好的。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你还真是容易满足啊！去试试喜服吧，我随便买的，也不知道合不合身。要是不合身呢，我拿到镇上给你改一改。不用，我的针线活很好，不合身我自己改。你的衣服要是不合身，我也可以帮你改。看来我是捡到宝了。林朵红了脸，她原先还想着如何讨好楚风，可现在看来是不需要了。楚风是个很好相处的人。林朵拿着喜服去房间里试穿，脱自己身上衣服的时候，林朵才恍惚过来，自己身上又脏又臭，里里外外的衣服都带着一股子酸臭味。方才楚风抱着她的时候，没闻到她身上的脏臭味。林朵小脸一红，羞死了，脏死了。她一个大姑娘还没有楚风一个大男人干净，试穿着喜服不会把喜服给弄脏吧？要不洗了澡再试穿。可楚风还在外面等着看呢。算了，小心点穿上去吧，别弄脏就行了。他可真会挑。林朵转了一圈，裙摆随她的转动而起舞。我第一次穿这么好看的衣裙，这样的温暖正是一个第二次见面的男人给我的。林朵开门走出去，楚风正在琢磨怎么捡喜字，忽然看到林朵走了过来。好看，我媳妇儿真好看。我长得又黑又瘦，哪里好看了？幸会说好听话哄我开心。我说的是真情话，我真的觉得你很好看。林朵刚准备开口，就皱了皱眉。他们已经是夫妻了，叫名字似乎不太好。相公。楚风被这声相公叫得有些酥麻。他终于不再是光棍了，他也是有媳妇的人了。上辈子没娶到媳妇，这辈子被官府分配了一个这么好的媳妇。这趟穿越虽苦，但也有甜。见他不反感，林朵松了口气。你方才在做什么？捡喜字，但我不会捡。我会。那太好了，你来捡喜字，顺便教教我。我们多捡几个，贴在门上、墙上和窗户上，增点喜气。林朵微愣，他捡喜字是为了布置房子。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一下，你也知道我是个煞星，没什么亲人朋友，给不了你盛大的喜宴，所以我们成亲的事情只能从简。我不在乎。朱婆婆是村里的孤独老人，3年前朱婆婆摔伤了腿，我路过救了她，自此她便一直对我很好。今早去县城之前，朱婆婆说等我把媳妇娶回来之后要请她吃喜酒。虽然我们已有婚书，名上已是夫妻，但还未拜堂。你要是还未准备好，我们可以另选吉日拜堂。不用，就今日。你考虑清楚了吗？不必如此着急的。我考虑
虑清楚了，就今天我都已经跟你回来了，有些事情不必拖来拖去。好，我现在就去请朱婆婆移剪喜字。楚风出了门，林朵拿起剪刀和红纸，剪出一个又一个的喜字。不到2刻钟，楚风带着朱婆婆过来了。这就是你媳妇儿，长得真标致。姑娘，阿峰都已经跟我说了，趁着天还没黑，咱们赶紧准备吧。好，楚风去熬煮浆糊，把喜字贴在门窗上、家具上，喜庆味立马就出来了。把家里装扮好之后，楚风换上喜服，朱婆婆用楚风买的胭脂水粉给林朵上妆。朵儿，你的底子很好，随便打扮一番就很好看。谢谢朱婆婆。不用谢，婆婆只希望你能和阿峰好好过日子。阿峰说你是泉水村的，听说过一些他的事情，我不知道你对他的了解有多少，我只想告诉你，外面的流言蜚语不是真的。阿峰看似很凶，可他其实是个很善良的人，那些人被他打都是咎由自取。阿峰从不会主动去欺负人，他若是不凶一些，哪能长成这么大一个小伙子呢？阿峰娶妻后，李家那些人肯定不会罢休，到时候他要是来找你麻烦，你别害怕，狠狠地骂回去就是了。或者你也可以来找我老婆子帮忙，我身子骨虽然不好，可骂人还是很厉害，村里不少人也会给我面子。朱婆婆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见林朵目光灵动，没有被楚风的名声影响。我瞧着你是个胆儿大的，阿峰能娶到你是他的福气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时候差不多了，我们出去吧。很快，一对新人站在堂屋中，朱婆婆站在一旁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朱婆婆高兴地看着楚风二人，恭喜你们2人喜结连理，往后好好过日子，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林朵红盖头下的脸笑容僵了一下，早生贵子。朱婆婆怕是不知道她使女的名声，娶了她，楚风要绝后了。之后3人回堂屋坐下来吃喜宴，一桌喜宴看着孤单，席间却其乐融融。饭后天已经黑了，楚风送朱婆婆回家，林朵独自一人在家中，趁着楚风还未回来，烧了一锅热水，待会儿要洞房，她身上脏兮兮的，得洗洗。楚风回来时，热水烧好了，林朵没有找到洗澡用的大盆，林朵有些害羞地问：家里还有别的盆吗？楚风看了看锅里的热水，又看看林朵娇羞的模样，想到了什么，脸上热起来。有，我去给你拿。他来到杂物房，找到一个很旧的大盆，楚风把盆放到院子里，舀了几勺水洗盆。林朵见此忙上前：我来洗吧。不用。洗干净盆，他抬着盆去厨房舀热水，试好水温，再送去房间。晚上天凉，洗头发不容易干，今晚就不洗了，洗身上就行。你慢慢洗，我保证不会偷看。你不用紧张，你刚嫁过来，还没有适应这个家。若你害怕呀，我今晚不碰你，等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了，我们再洞房。说完，他便转身走出房间。林朵看着盆中的温热水，眼眶里有泪水打转。这个男人怎么可以这么好，还说了那么多安抚他的话。他的确还没有准备好，毕竟他们还不熟，做那种事情他紧张又害怕。可他什么也没有说，楚风就先为他考虑上了。他似乎嫁了个很好的男人。房子的隔音效果很不好，他能清楚地听到从房间里传出来的水声，顿时脸上滚烫，又有点开心。他终于不再是一个人了。擦洗干净身子，林朵看了眼盆里的水，不能让相公看到我的洗澡水。打开门就将一盆洗澡水抱起走出去。楚风听到开门声，从杂物房走出来。你喊我一声就行了，怎么还自己抬水啊？看不出来你的力气还挺大，这盆水少说有20多斤。我在娘家的时候经常干重活，这么一点水累不着我，我自己来就行。他说着就赶紧绕开楚风。楚风一脸古怪，他不过是想帮忙倒洗澡水而已，他怎么如此紧张？我去把盆放好，你先回房去休息吧。楚风把盆拿去杂物间放着，林朵点点头，乖巧地回了房间，坐在床上等着相公回来。楚风把盆放好才去卧房。林朵笔直地端坐在床上，见楚风走进来。相公，虽然楚风说了今晚不会动她，但第一次和男人共处一室，林朵心中还是紧张得很。已经很晚了，睡吧，你睡里头，我睡外头，家里只有1张床，先将就睡吧，等明儿个再去镇上找龙木匠打一张新床。我听你的。他爬到床的最里面，楚风见此一笑，躺了进去。两人平躺着，看着床底。见楚风不说话，林朵闭上眼睡觉。明明很困，可她却睡不着。旁边躺着一个男人，她很不习惯。好半天，她扭头看楚风：相公，你睡着了吗？还没呢，怎么了？相公，除了院子里那块小菜地，咱们还有别的地吗？楚风睁开眼，侧躺着
与他对视。没有了，家里只有这一小块菜地，你要是想种地啊，种这一小块就行了，随便种一点菜就够我们吃的。那块菜地太小了，不到半天我就能种完。你喜欢种地啊？不喜欢，种地很累人，赚不到什么钱，只是不种地就没得吃的。我们不仅要吃菜，还得吃米饭，买米面很贵的，不如自己种的好。楚风伸出一只手轻搂住他，不喜欢我们就不种地，不种地我也能让你吃饱饭。忽然被他抱住，林朵的身体微微僵了下，见他不自在，楚风刚要把手收回来，林朵却忽然伸手反抱住他，靠在他怀中。楚风神情一顿，随即勾唇将他抱紧了。睡吧。林朵以为会需要很长时间来适应楚风，不曾想靠在他怀里不到片刻，他便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。入睡之后就做了个梦，梦到爹娘将他卖给王地主当小妾，他誓死不从，被打了个半死。王地主一怒之下将他丢进了妓院。就在老鸨要将他的初夜卖出去的时候，他被一张猪头脸给吓醒，猛地睁开眼，林朵身上冒出冷汗，环顾四周，楚风早已经起床了。又是这种噩梦，还好只是一个梦。林朵稳定心神，从窗户缝隙看到外面天光大亮。啊，我怎么起这么晚？才刚嫁过来就睡懒觉，相公该说我了。换上桃花送给她的衣裙，开门刚走出去，就闻到从厨房飘来的香味。是谁在做吃的？他快步来到厨房，震惊地看到他相公拴着围裙在灶前忙碌，他相公竟主动下厨房。相公，你醒了，昨晚剩下一些米饭，我做了蛋炒饭，你赶紧去洗漱吧，马上就好了。我相公真厉害，居然还会做炒饭，我今天有口福了。昨晚刚吃了一顿好的，今早又能吃炒饭，这种好日子比做梦还美丽。我的厨艺可是顶顶的好啊！洗脸的热水我已经烧好了，放在水缸旁边，我还给你准备了柳枝、牙盐和漱口杯，洗脸盆、洗脸帕也在水缸旁边。林朵来到水缸旁边，果真看到了木桶里的热水，相公也太贴心了。林朵第一次被人如此照顾，总有种不真实的感觉。等林朵洗漱完，楚风已经把蛋炒饭做好了，分成2大碗端到饭桌上。娘子，吃饭了。啊，来了。林朵跑到小桌边，看着桌上精致的蛋炒饭，快坐下来尝尝我的厨艺。相公，下次我早点起来做早饭，晚上的饭我来做。哪个喊你做饭了？作为一家之主，哪个做饭由我说了算。你是一家之主，我都听你的。你没来之前都是我自己做饭吃的，你来了我就不能做了吗？我娶你进门又不是为了让你给我做饭，我是让你来跟我好好过日子的。我跟你说，厨房是男人的战场，我在家的时候你就不能进去，做饭做菜那是我的事情，你不能跟我抢。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你没饭吃了才能自个儿去做。你是女人，厨房油烟大，掺多了油烟对你的皮肤不好。可是别人都说君子远庖厨，男人不能进厨房，怎么落到相公这里就变成女人不能进厨房了？屁话，那都是那些懒惰的男人用来躲懒的借口。君子远庖厨的正确理解是君子要有仁爱之心，不要做杀孽。什么男人不能进厨房，那都是用来忽悠你们女人的，目的啊就是为了让你们女人多干活，他做起来当大爷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要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品尝我的厨艺，顿顿吃饱饭。我说完了，你快点吃饭吧。相公好厉害，什么都懂的样子，还知道君子远庖厨的正确意思。他拿起筷子，端起碗吃饭，一口饭下去，好好吃。相公，你厨艺太好了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蛋炒饭。区蛋炒饭而已，我还会做更多的好吃的呢。昨晚的肉没有做完，饭后我们去趟镇上，中午随便吃点，晚饭回来我用那块肉做回锅肉给你吃。中午下一顿饭不应该是等到晚上吗？农家都是一天吃2顿，大户人家才会一天吃3顿。在我们家就得一天吃3顿饭，别怕，我养得起你。别说一天3顿，便是一天4顿，我也给你吃。一天4顿也太奢侈了，3顿就可以了。林朵大口大口的扒饭，尽情的享受着早上的美餐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林朵的应着，吃饭的动作却依旧很快。她习惯了快速吃饭，在林家的时候，吃饭稍微慢点就会被骂，饭还会被林超那几个混小子抢走。饭后，林朵把脏衣服还有喜服收拾出来，楚风把自己昨晚换下来的脏衣服还有昨晚穿的喜服都拿出来。洗衣服不用去河边，在咱们家门口的小山泉旁边洗就行。这个山泉只有我们家用，别人家不敢用。我用过的山泉，他们觉得晦气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林朵应下，伸手就要去拿楚风手里的脏衣服。楚风避开了他的手，把他手里的盆夺过来。我和你一起去洗衣服。说完，他便端着盆往外走了。林朵赶忙拿着洗衣棒跟上去。我自己洗就可以了。楚风压根不听他的。到了山泉边上，楚风寻了块平坦的地方蹲下，把衣服倒出来放在旁边的大石头上，打湿衣服，抹上皂角，就开始认真搓洗。林朵走过来，蹲在他旁边，
见楚风不是嘴上说说而已，而是真的在陪着他洗衣服，他觉得很开心。他相公是真的很好很好。看到自己的肚兜和底裤在楚风的脏衣服上面，楚风伸手就要去拿来洗，林朵赶忙先他一步把肚兜和底裤拿过来。这2样我自己洗。光是让他看到肚兜都不好意思了，他怎么好意思让他帮忙洗肚兜？哦，好，你自己洗。他从衣服堆里找出自己底裤，2、3下搓洗干净。林朵不经意地瞟了一眼，目光对上他手里白色的底裤，赶紧缩了回来。他看到了什么？他居然偷看他的裤子，他好不要脸。2人羞羞答答地洗着衣服，夫妻搭配，干活不累。没一会儿，衣服便洗干净了。回到家里，夫妻2人把衣服晾晒好，楚风就让林朵进屋。来到房间里，他从衣橱底下找出一个木盒子，打开给林朵看。林朵吃惊地捂住嘴巴，盒子里装的全是银子，少说也有20两。家里总共只剩这点银子了，虽然不多，但也足够我们用一段时间的了。你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以后要跟我一起共进退，家里的银钱交给你来保管。这么多银子，你全交给我管了？主动把家里的钱都交给他保管，这个男人怎么可以这么好？不仅是这些，以后我们挣了银钱都给你来保管。林朵觉得楚风有点傻，他才刚来到这个家，他就把这么多的银子交到他手里，不怕他拿着银子跑了吗？相公，银子太多，我怕管不好。林朵觉得受之有愧。你不愿意管家，是不想跟我好好过日子了吗？不是的，我愿意跟你好好过日子，只是这银子，你才是一家之主。朵儿，你仔细听好了，我虽是一家之主，可你是管我这个一家之主的女主人，你连我都可以管点银子而已，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再说了，谁家的媳妇不管钱的？我们昨晚已经成亲了，夫妻本就是一体，你吃我的用我的，管我的钱，那都是应该的。见楚风坚持，林朵也不再矫情，一咬牙把银子收下了。好，我管。相公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乱花银子的，不会辜负你的信任。这才对嘛。相公，这些银子是你打猎挣来的。楚风嗯了声。我一个人吃不了多少，也不买什么东西，就把卖的猎物得来的银钱存了起来，不知不觉就存了不少。林朵看着手里的银子，打猎是很辛苦的，相公能存这么多银子，一定吃了不少苦头。想了想，从枕头下找出楚风昨天给他的彩礼钱，也放入木盒中。瞧，我们有26两银子，这是我们的银子。你不必如此的。就该如此，你真心对我，我便真心对你。哼，我运气真好，能娶到你这么好的媳妇儿。你将银钱收好，我以前一个人住，用的东西少，家里就那么几样东西，你有什么想要添置的就跟我说，我带你去镇上买。还有就是你也知道，我以前是打猎的，在山里行走危险万分，稍不注意就葬身于野兽之口。以前我只是一个人，死了就死了，没有什么可留恋的。可现在你来了，我可不想出什么意外让你当寡妇，所以我决定了，以后不打猎了，换个别的营生。我本来还挺担心你会继续打猎的，现在听到你这话我就放心了。打猎的确不安全，山里野兽众多，还有不少毒物，一不小心就会丢命。我不会打猎，你一个人去山里我可不放心。相公，你打算换个什么营生？他相公既然这样说，那应该是有主意的。你方才也看到了，我做吃的很在行，所以我打算用辣椒做一种调味，去县城里卖。这个朝代食材少，来来去去就那几样，辣椒是众多食材中比较便宜的，还耐存放。辣椒不是调料吗？还能做成什么调料？这个生意怕是不太好做，而且我们为什么要拿去县城卖？镇上不是更近吗？我做的不是普通的辣椒，而是麻辣辣椒面。等我做出来，你看到之后就会明白了。我想把这种调料卖给酒馆饭店，镇上的治安不好，处处都是混混。县城虽然收进城费，但是比镇上安全多了。之所以要大老远的去县城卖辣椒，是因为镇上有很多认识我的人，那些人知道我做买卖，指定会来捣乱。以前我在镇上卖野味，就有人说我的野味有毒，不新鲜，搞破坏。我不惧这些人，但也没有那么多闲工夫与他们纠缠。去县城做买卖比在镇上清静。等以后挣了钱，我们去县城买房子，把户籍弄到县城里去，搬出这个乌烟瘴气的村子。林朵惊讶于楚风的远大抱负的同时，又很心疼他这个人。小溪村里的人是做的有多过分，才会让楚风如此讨厌这里？这可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呀。好，我听你的，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。我娘子真好。我哪有你好，我不过是嫁鸡随鸡而已。楚风拉住他的手，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，咱们夫妻俩把力气往一处使，相信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也不会让你失望。你去烧热水洗头，我去挑满水缸，然后我俩一起去镇上找龙木匠打桩，顺便买一些辣椒回来，还得顺便买一些调味料。夫妻俩商量好事情后，林朵将木盒藏回衣橱下。之后楚风去山泉处挑水，林朵烧热水洗头。山泉离家近，林朵还没有洗好头，楚风就把水缸挑满了。趁着林朵洗头的空档，他去杂物间找个背篓和纱布，
布，之后又把晾晒在外面的衣服连同杆子一起收到堂屋里。衣服还没有晒干呢。一会儿我们2人要出门，家里没人，若是有人路过看到我们家院子里晾晒着衣服，他们肯定会把衣服拿走，捡来乱丢的。他们这么过分？这算什么过分？还有更过分的呢！我在院子里种点菜，那些人会趁着我不在家的时候把菜拔了。我小时候养父过世没多久，那些人就来掀我家的屋顶，后来还往我家里泼粪水、抢东西。我长大以后知道我不好惹，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欺负我了，可他们会在暗地里对付我，打死我养的猫，偷吃我养的狗。林朵知道楚风在10里8村不受待见，但是没有想到他会过得这么苦。他以前觉得自己过得很惨，现在却觉得楚风似乎比他还惨。他在林家虽然被打被骂，但是在村里还是有朋友的，没有人对他背地里使阴招。相公，他们再敢欺负你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。娘子为我打抱不平，我好高兴啊！以后你在这个村子里会经常受我的连累。相公，你没有连累我，这样的话你以后需要再说。你说过的夫妻本为一体，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我们之间不存在谁连累谁。你以后再说这话，我就生气了。好好好，我错了，我知错了，别激动，我以后不说了。头发还是湿的，小心弄湿了衣服，把帕子给我，我帮你擦。不擦了，我自己甩，你走远点。楚风被他推得往旁边站，见他走远了，林朵弯下腰，一个蓄力，脑袋甩动起来，及腰的长发随着他脑袋的转动而飞舞。楚风看得心惊肉跳的。娘子，慢点，别伤着脖子。真舒服。我方才真怕你把头甩掉。甩不掉的，我的脖子结实得很。以前在娘家的时候，我没有干帕子擦头发，就是这么干的，甩着甩着就习惯了。而且我觉得这样甩头发还能让我的脖子更灵活。会不会头晕啊？不会。那就好，一会儿顺便在镇上买一块大帕子。以后呢，你尽量用帕子擦头发，别这样子甩头了。频繁的大幅度的甩头部会对你的颈椎造成负担，导致关节软骨磨损和肌肉拉伤，且还会影响你的四肢神经，导致神经受损，四肢无力。啊，这么严重？相公说这些话他有些没听懂，但大概意思是听明白了，就是说他这样子甩头对脖子不好，以后会落病。